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场景？在出去自驾游的时候，遇见多弯的山路，前面有一辆挂着长长拖挂的大货车，着急赶路的你想要超车，好不容易到了一段难得的大直道，结果呢，因为动力不足，油门踩到底，半天也超不过去。这个时候对面来车了，吓得你赶紧刹车，又并回了原来的车道。就这样尝试了好几次之后，你彻底躺平了，跟在大货车的后面骂骂咧咧，吃了一路土。Go! You're doing 30? In the 50! Potholes. Did you really have enough time? Prick! They're learning. They're 有过这样经历的朋友，可以在弹幕里面扣个1，或者在评论区聊聊自己的经历。那遇见这种情况，相信你砸车的心都有了，心里想着下次换车一定要换一台动力强劲的，因为在马力面前，纵使你有拓海的驾驶技术，但是你开的是一台原厂的 A186，就算你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甚至于把排水渠都用到了极限，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隔壁王奶奶的 GT2 只是轻轻点了一下油门就把你给秒杀了。你改变不了什么，生气的砸向方向盘，无能的咆哮着，看着 GT-R 逐渐远去的尾灯，你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是时候做出改变了。不行了，猎杀时刻。那性能改装一直是很多刚接触改装的玩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今天学长主要围绕这些刚接触性能改装的朋友问的最多的3个问题，来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发动机的动力改装。如果你想要入坑，这篇视频应该能够帮到你。建议各位看官老爷们可以长按点赞3秒钟，这样就可以解锁视频的隐藏内容了，看到完整的视频。为了让你们一个一键3连，我真的快要编不下去了，拜托了各位家人们，一定要点赞3连哦。改装里面的1阶、2阶、3阶是什么意思？其实这里的1阶、2阶、3阶，你可以理解为改装厂给你提供的改装套餐。因为汽车的动力改装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系统的工程，而且这个工程是一个水桶工程，不是你改装了哪个特别厉害的改装件就可以让马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而是你整个动力系统里面最薄弱的那个零件才决定了你的马力上限。就比如很多刚入坑改装的朋友都特别喜欢更换高流量的空滤，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冬菇头，觉得改了冬菇头进气量更大，那么动力一定会得到提升。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更换冬菇头确实能降低进气的阻力，提升进气量，但是呢，如果排气头段不更换更低目数的高流量排气，还是用的原厂排气，废气没有办法快速排出去，就算你改装了冬菇头，你的动力也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提升。这里排气就相当于整个水桶里面最低的那块木板，不管其他木板再高，你的动力上限也只有这么多了。因为发动机是一个非常精密跟复杂的机械，为了避免大家盲目改装，改装厂会给车友提供所谓的1阶、2阶跟3阶的改装套餐。比如你的原厂马力是200匹，通过改装厂的1阶方案，可以让你的车子达到250匹左右，那2阶可以做到320匹，3阶可以做到500匹。就好比你去麦当劳吃饭，一般店里都会推荐你购买套餐。那套餐呢，不仅食物搭配的更加合理，而且呢也更省事儿，价格也要比你单点要便宜一些。那在这里1阶改装其实就是所有的硬件完全不变，只是通过改装发动机的电脑程序来提升动力。这种改装很简单，价格也很便宜，基本上3000块钱到50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如果你是涡轮增压的发动机，1阶改装大概能提升30%左右的动力。如果你是一台自然吸气发动机，只通过刷写电脑程序，对于动力的提升不会太大，一般能提升10%左右就到极限了。那2阶改装就是发动机的硬件跟软件都要进行升级了。那硬件上面，2阶改装主要是更换发动机周边的一些零件，来给更大马力提供足够的硬件支持。比如更换进排气来获得更大的进气量，更换更大的中冷器跟水喷射来降低进气温度，更换更大的涡轮来提升涡轮的压力，更换高流量的油泵来获得更多的燃料。那更换高性能的点火线圈跟火花塞，可以让点火更加的稳定。那通过这些硬件的改装，再配合上2阶专属的特调程序，可以让动力有一个质的提升。一般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通过专业的2阶改装，可以让动力提升50%以上。那3阶改装是在2阶改装的基础上，通过发动机内部零件的升级跟强化，进一步的压榨动力。那比如3阶改装里面，一般都要更换更高性能的气门弹簧，还有锻造轻量化的凸轮轴、锻造活塞、锻造连杆，包括锻造曲轴。那除了这些以外，整个润滑跟散热系统也要进行全面的升级。如果要压榨发动机的极限性能，像是发动机的缸盖、缸体这些部件都要进行强化升级了。那这些全部都升级完，基本上算是重新换了一台发动机了。3阶改装就比较挑发动机了，不同的发动机改装潜力差别是很大的。那在改装界比较有名的发动机，比如说是高功率版的大众EA3.8发动机，
通过3节改装可以轻松做到500匹马力。那宝马的 N54发动机可以做到600匹马力 ，GT2 的 VQ38D1TT 可以做到1000匹马力。动力改装会伤发动机？这里学长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动力改装一定是会伤发动机的。那如果有人给你说动力改装完全不会伤发动机，那么这个人要么是改装店的老板，要不然就是真的不懂。这时肯定会有很多键盘侠要说了，你胡说，我刷了一些开了很多年，到现在也什么事没有啊。在这里学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刷马力伤发动机跟刷了马力发动机一定报废是完全2个概念。就好比抽烟有害健康，这应该是所有人的共识吧。但是呢，抽烟的人一定不会长寿吗？显然也是不对的啊。那提升动力的本质就是让发动机在相同的时间内燃烧掉更多的燃料，这时发动机气缸内的燃爆一定要比原厂的时候要更加强烈，对于金属的疲劳和劳损一定要更大一些。可能这些你不太容易感受得到，但是呢，刷了马力以后，如果经常暴力驾驶，发动机渗油的概率就要比原厂发动机要高很多。比如你正常开，发动机可能10万公里才会渗油，但是呢，你刷了马力，可能发动机5万公里就渗油了。不是只有爆缸才叫伤发动机啊，更快的渗油难道不算伤发动机吗？但是呢，通过科学合理的改装，加上养护也能及时跟得上，改装后的发动机出现爆缸、拉缸这种大问题的情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改装发动机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如果你看到这里，说明你对发动机的改装有很大的兴趣，甚至于马上就要入坑了。如果你刷了马力，学长建议你最好加高标号的汽油，比如你原厂建议加92号汽油，发动机改装以后最好加95，甚至于加98的更好。还有就是机油的标号。如果你原厂要加 0W20 的机油，改装以后发动机的发热量更大，原厂 0W20 的机油就不能满足发动机高负荷状态下的散热跟润滑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更换粘度更高 0W30 或者说是 0W40 的机油了。最后一点就是刷了马力以后要更加频繁的检查发动机的渗漏情况，有条件的话最好再加一个机油的油温表、涡轮的压力表跟发动机的水温表，俗称3联表，这样可以让你更好的观察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好了，以上就是关于发动机动力改装的一些简单的科普了。其实动力改装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跟大家聊的，那时间原因，这期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看法？包括对于下期选题有什么好的建议，都可以打在弹幕或者说是评论区。那想看的人多了，下期学长就会聊这个。那视频制作不易，拜托了家人们，一定要给学长一个长按点赞3连哦。这里是超音速，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我是吉姆学长，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